长发男正是黑烟军大统领古筝。萧炎本以为古筝是来找场子的，不曾想古筝倒是觉得让那些混小子知道天外有天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那么古筝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劝退萧炎不要给薰儿拖后腿的。古族最是看重斗地血脉，与外族人结合大概率会导致血脉之力消失，因此古族的族规中明文规定不得与外族通婚。萧炎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他直截了当地问古筝需要达到什么层次才能够让古族无视血脉。古筝看了萧炎一会儿后才开口道：斗圣。那我会达到这个层次。萧炎很是坚定的道。古筝觉得萧炎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不过看着对面那张充满着自信的脸庞，最终没有再说劝导的话，知道如果日后你领略到了进入斗圣的困难，我希望你能离开小姐，因为那样下去对你们都不好。听到这话的萧炎笑了笑，随后开口道：多谢提醒，我能从一介萧家废物走到今天，凭借的是未曾放弃。面对魂族我丝毫不惧，古族也同样如此。古筝正在心里吐槽真正能够做到未曾放弃的人可并不多的时候，战船突然剧烈地颤了颤。萧炎在同一时间似有所感地转头，盯着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与那山峰之上宛若女神般的高贵倩影对视的一瞬间，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与思念自萧炎的心脏处迸发。谁也不能够阻拦我与薰儿在一起，即便是古族也不行。战船停靠好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道踏云而来的青色倩影身上，而那青衣女孩只为一人而来。萧炎哥哥，这熟悉的称呼在耳边响起时，萧炎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处受到了重击，他想将面前的人儿狠狠地拥进怀中。最终萧炎伸出手来，在周围的那些黑烟军战士目瞪口呆的目光中，轻轻地揉了揉薰儿的脑袋，轻笑道：小妮子越来越漂亮了。小医仙与古筝望着前方那绽放出温馨笑容的男女，都觉得内心一阵苦涩。前方那蜜糖般的二人丝毫没将背景墙闷的情绪与看法放在心上。略作叙旧后，薰儿便冲着萧炎笑道：萧炎哥哥，陪薰儿一起走。随后也不等萧炎答话，便飞身对着山脉之内掠去。萧炎知道薰儿露面来亲自接他，便是在向古族的一些人表明他的决心。薰儿一个女儿家都是如此，自己自然是不会胆怯。轻吸了一口气，萧炎一挥手就领着小医仙等人朝着前方先走一步的倩影追去。不曾想萧炎刚掠出战船，就有着几乎不下10道极其强悍的目光自他身上扫过，这些目光之中蕴含着一种极强的威压，仿佛连同周遭的空间都是要在此刻凝固一般。面对这样的下马威，萧炎自然是不可能怂的。砰的一声响后，恐怖的火浪以萧炎为中心，轰隆隆地扩散而开。光凭目光之中所蕴含的威压，便想压制他萧炎，还真是天方夜谭之事。放肆！几位长老，你们可还知礼仪？一见面便是对古族客人出手，可是想让别人以为我古族都是蛮夷之人不成？火浪暴涌间，薰儿一个闪身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小姐此话严重了，多年未曾看见萧族之人，如今见面一时兴起，想要出手试探一下而已。薰儿冷喝声刚刚落下，一道苍老的身影便是缓缓地浮现在天空之上。八星斗尊吗？萧炎目光盯着这现身的灰袍老者，他知道这便是刚才对自己出手的人之一。此时山脉深处，一道淡淡的声音突然传来：古千长老，今日是我古族迎客之时，你这般作为可是有些过分了，退下去吧，下不为例。古千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不过那位的话还是要听的。冲着山脉深处恭敬地拱了拱手，古千答道：是。随后又对着薰儿行了一礼后，才用眼尾扫了萧炎一眼，转身便是掠进了那山脉深处。萧炎哥哥没事吧？薰儿轻声道：没事儿。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萧炎哥哥，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何薰儿总是拖延你来古族的时间了吧？薰儿轻叹道。萧炎自然是知道薰儿是不想自己被人嘲笑，才3番4次让自己提高实力才来寻他。这些事儿总归不能让你一个人来背负，你一个人帮我顶了这么多年，也该换我来了。萧炎冲着薰儿微笑道。薰儿微微一怔，旋即一种名为幸福的感觉盘上心头。另一边，距离萧炎他们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之上，一位银袍男冲着一个有着一头黑白发丝的男子调侃道：不要，看来薰儿与他的感情真的很不错啊，你还是不打算放弃？
他不是古族的人，所以不能跟薰儿在一起，我会亲自提醒他。黑白发色的男子平静地回答道。如果他执意不离开呢？银袍男笑道。那名为古妖的男子眼眸轻弹，喃喃道，那便杀了吧。话音刚落，这边的薰儿似乎察觉到了来自古妖的杀意。古妖，你若是敢乱来，我定然不会放过你。薰儿在心里暗道，随后压抑下心中的波动，冲着萧炎道，走吧，萧炎哥哥。萧炎顿了顿，旋即冲着薰儿一笑道，走吧。在薰儿的带领下，萧炎一行人并未去古族的专门接待处，而是在山脉深处的一处竹房前停了下来。此刻的竹房前面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萧炎怔了怔，旋即笑着拱了拱手道，林老。竹屋的客厅内，上线的工具人老林十分尽责地跟萧炎叙述了薰儿为了跟萧炎在一起顶起了多大的压力。萧炎听后十分的感动，牵起薰儿的玉手，轻声道，这些年辛苦你了，以后这些便由我来承担吧，你在族中的那些压力我会解决的。听到这话的薰儿不由得红了脸，这么多年的努力坚持终于是有了回馈，他所求的其实并不多。心中甜蜜了一会儿后，薰儿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明天便是古族的成人礼开始之时，萧炎一定会参加成人礼，而古族有一个规矩，那就是凡是参加成人礼的族人可以任由挑选人选择切磋比试。这就意味着萧炎明天一定会有一场战斗，古族的4大都统实力都是在8星斗尊以上，而这4人之中最有可能对萧炎出手的便是那号称修罗都统的古妖。古妖天赋非凡，所拥有的斗帝血脉也是极浓，古族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薰儿能够与他在一起，甚至早在半年前古妖就主动向长老院提起过，不过当时薰儿以萧炎为由给拒绝了。成人仪式上对萧炎动手这个绝佳的机会，想来古妖是不会放过的，毕竟一旦萧炎被击败，薰儿就将会是他的。同理，对萧炎来说，这次战斗也将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一旦古妖战败，自己与薰儿之间的事儿，那些反对的古族长老就再也无话可说，因此此战输不得。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